还没开始验屋之前呢，我就发现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事情还没有完成。这里室外机还没装，所以呢，就是冷气是不能使用的。室外机还没装，叫我来。那因为是小宅系列的关系，然后走道比较小的话会撞来撞去，所以这个设计就是真的有很多弧形的地方。因为你们知道弧形的门片是超级无敌贵，所以我们通常在设计弧形的时候啊，我们会是弧形的地方会让它 fix， 只有门片可以开。可是呢，这个玄关柜为了要让它很这是什么？你们话还没讲完。因为你们知道瓷砖的侧面它一定是本色，可是我们那时候特地挑了一块是跟这个瓷砖收边很像的木皮颜色，所以看它这个侧边这个台面做的超漂亮，超漂亮，这个很完美，这个没什么话可以说。赞赞，就这个家是有点小法式的那个感觉，为了让它看起来再更有细节一点，所以我们在墙脱开的地方有做了一个这样子圆弧形的勾缝。可是它这个圆弧形的勾缝真的做得很好让我们欢迎来到巨人的书房。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吗？因为呢，这里有伸手也碰不到上面的柜子哦。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每个人人体工学不一样。其实我都觉得那个木工师傅都做得超好，我觉得做不好的是特殊期。你也有分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每一次就是除了在之前有一个暗场我觉得特别完美之外，我每一次进到工地里面都会觉得特殊漆料是让我特别不满意的工种，所以我觉得就是两种做法是有利有弊，但就看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做，然后跟设计师讲清楚就可以了，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这里算是还蛮完美的啊，那个就是一些东西都是小小的而已，对。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嗨，大家好，我是乐雅，今天又来到了快乐的沉浸式验屋系列。今天又是一个我们私心最喜欢的业主的家，现在要交屋了。抱歉大家，你们今天可能要稍微忍受一下这个嘈杂的声音。在还没开始验屋之前呢，我就发现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就是呢，这里室外机还没装，所以呢，就是冷气是不能使用的。室外机还没装，叫我来。但总而言之呢，因为就是这里很闷热，然后所以就窗户可能会稍微开着，那可是声音就会有点吵，望请大家见谅，或者是你们等一下可以直接帮我一起骂他。大家好。是我的手拿包，接一个手拿包，大家看到它应该就知道今天什么系列吧？今天是小宅系列，因为毕竟我们总监实在是太大了，今天就带着我们的小型手拿包来。那首先呢，就要开始喽，一样就是从玄关，就是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那你有没有什么事要先跟我说？就好热，真的是沉浸式的热，我现在沉浸在热里面。我觉得我现在看到你汗一直在狂飙，也太夸张了吧？那我们就玩一样啊，真的在路上那样走啊，热热的没关系我觉得我现在在散发一个蒸汽。对，那因为是小宅系列的关系，然后走道比较小的话会撞来撞去，所以这个设计就是真的有很多弧形的地方。但是呢，我要先给你们看一个真的很特别的状态，因为通常呢我们在做这个弧形的柜子，因为你们知道弧形的门片是超级无敌贵，所以我们通常在设计弧形的时候啊，我们会是弧形的地方会让它 fix， 只有门片可以开。可是呢，这个玄关柜为了要让它很这是什么？你们话还没讲完。脏啊，脏，他讲是脏。因为我们为了让它整个柜位比较好使用，毕竟这个空间比较小，然后每个柜位都有点寸土寸金，所以不想要让它就是打开的时候空间太小，所以呢，这个我们真的有做一个很不错的弧形柜，然后它是像这样子，就这片是比较大，然后你手可以进去这样子拿。这个弧形柜在玄关小玲珑，能放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看一下，是还不错。但为什么这旁边毛毛的这个我不行哦。你不行，我不行，这里超尖的，因为本来弧形要削这个木皮就要削一个形状，可是它现在这个就是可能这个边角没有磨过，收好，对，再收。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因为这个现在是鞋柜嘛，就为了让它透气，我们下面有做一个像这样子的透气孔，上面的嘞一样，对，上面的我看不到，但你帮我摸一下，是不是尖尖的？我已经看到那个尖尖的地方了，有对不对？可以修一下，修。因为啊，我觉得圆角真的比起一般方角，就是因为它是圆弧的嘛，所以呢，这个要磨起来要磨顺的话，我觉得是要仔细一点，要不然就会像它现在这样，就旁边都是一些毛边，就修。对，那我还是好奇一件事情，这边你不收吗？从这里看，是油漆的关系，对不对？但这个是 PP 板啊，所以它跟木皮的比较的话，就是它的收边会要再用心一点，会要再用心一点。夹到我大拇指我傻眼。后来有缓冲啊，大家不用担心。没错，可能是还好。我问你这是布织布吗？这条是这是 PP 板、Poly 板的一种。可是它这个旁边那个缝这么大对啊，就是靠粘。这次我们木工的柜位啊，是选用了一个新的材质，是 KD 它最新出的叫 PP 板的东西，所以它来的时候就是它跟一般的那个统生的木材不一样，它是这整块板已经贴好来。可是呢，我现在这样看，我就觉得
我不喜欢这个板，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木皮有很多种颜色。木皮在收边的时候，其实它不是用木皮去收边，它会贴一个布织布。那贴布织布的状态，就是因为布织布的颜色其实是有一些限制，就例如说，假如你是一些正常的木头颜色，它会有。可是如果例如说你是用了一些什么染色的木皮，很长，你的那个布织布的收边条就跳不到同色，所以会有的状态就这个桶身贴皮这个颜色，可是我这一条收边条的颜色可能它就会深一点，其实也不会不好看，但是就变成说它会有色差。设计师他需要桶身跟这个都是就完全是同色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他选用了这个板材。但我就有发现这个板材现在对我来说就有一个缺点，因为布织布啊是一个像胶带一样的收边，所以呢它在收这个边的时候会超级密缝，就像你贴一个胶带在硬的东西上面，它是看不到旁边的一些黑边跟黑缝。但是这个呢，它就会在某些位置你会看得出来贴皮的痕迹。那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处女座，然后非常不喜欢看到一些黑缝的人的话，系统板材跟这个你都不能用，就是你就只能用就是正常贴皮加布织布的。那这个的话，我是不喜欢。对，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去下一个地方喽。Go。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客厅的位置。你很悠哉吼。可以啊。就是你觉得这边很完美哈，他好像觉得这里很完美。很 chill。在干嘛啦？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这样吗？因为我拖鞋坏了，可是因为这地上有点沙沙的。好。因为呢，我必须得说啊，弧形这个东西啊，收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这边啊有很多个完成面，因为我们有这个墙的完成面、瓷砖，然后跟铁件的完成面，然后这边又是做弧线的造型，所以收边要收的很完美的话，是有点偏困难。对，这个其实本来就是要收的非常完美，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呢，也不至于可以有那样子哦。补一下，对，因为就等于说本来就是这细细康就是师傅用手打的嘛，所以它有一点点的不完美的话，我觉得我是有一个你知道审核范围，但我不觉得可以见到黑边，所以这个要重收。对，因为就是上面都还 OK， 但是你看这里这个不行这样子。而且啊，这边我们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下掀柜，然后可是呢，一样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细清要细清干净，因为刚刚地上沙沙的，然后呢，这里面现在都是一堆这个粉。没有清到？没有啊。整个都是没有，我昨天的 OK 我知道，我再补一下，我昨天有那边有钻洞，可是我觉得这很漂亮对啊，这超漂亮，这个超漂亮的因为呢那个时候本来我们在选这块瓷砖的时候，因为你们知道瓷砖的侧面它一定是本色。那就算你做的收边的状态上，有时候它可能是白色或者是什么颜色，可是我们那时候特地挑了一块是跟这个瓷砖收边很像的木皮颜色，所以你看它这个侧边这个台面做的超漂亮，超漂亮，这个很完美，这个没什么话可以说。赞赞，但是好多脏脏的地方哦。而且你看那边，我刚还以为那边碎了一角，那边也是脏脏，那边也是脏脏的。那这里，我要上去检查那个沟缝。可是呢，我必须得称赞一下，就是这沟缝做得很漂亮就这个家是有点小法式的那个感觉，为了让它看起来更有细节一点，所以我们在墙脱开的地方有做了一个这样子圆弧形的沟缝。可是它这个圆弧形的沟缝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就是我都完全没有看到有一点点就是看起来好像跟旁边那个尺寸不一样这样子的状况。这个窗帘我要把它放下来看看哦。OK， 很可以，很可以。你现在心情很好是不是？你要不要看一下这边？对，可恶大家现在来到我厌恶到火冒三丈的时候，让我心情稳定的眼球净化时间。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让家里变得更舒适、时尚又精美的丹麦精品家饰品牌101哥本哈根。101哥本哈根，不管是想要提升居家氛围，小至各种居家布置小物，大到各种精致家具灯具，101哥本哈根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选择。能够完美的融入各种家居风格，让你的居家生活更加的轻松愉快。这个也蛮好拉的，这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OK， 可是这玻璃太脏了。好，那我们去下个地方喽 ，Go。
好啊，杀我是不是？这里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厨房嘛，然后这些呢是厨具，其实是建商他自己原本就有了。可是呢，经过就是这几年下来啊，我觉得世道真的变得很好。而且呢，平心而论的话，以这平面的门片来说啊，我觉得你如果不是要做特别造型的话，现在系统柜我觉得做的比木工更好，因为木工的收边啊都没有办法像系统柜用机器收到这么完美。这系统柜我真的觉得做得很好，因为这系统柜是我们做的。可是呢，就是因为你看它摸这个，如果是木工的柜位的话，你都可以摸到这个旁边是有一点点像刚刚玄关柜那样有点尖尖刺刺的。可是像它这个啊，都整个就是那个机器收的超 U 的，而且啊，你都没有办法看到任何一点点黑缝。因为以前啊，大家都会讲说哦，不喜欢做系统柜，然后觉得系统柜做起来不好看，因为就是以前系统柜很常在收这个边的时候，它那个旁边就会有一条黑缝，看起来就不好看。可是你看它现在这个啊，只要在尺度是8尺以下的这个柜子啊，都收到你知道一个顺到一个不行哎、那个毛边。对啊，这个我觉得木工要加油哎、哦好，因为呢最近呢，那个庞大，不好意思哦，对啊，没事。刚刚呢就是你看我就做了一个很差的示范，因为呢谢谢你，豆豆贴嘞，我们下一趟会带来贴。你进来这里，上一次不是在前一个暗场你们不是已经修正了这些事情吗？好，我们再来贴。好，假如我们做这种西德角链缓冲母巾的话，你一定是要把它打开到最开，然后关门的时候不要推它，让它自己这样子自动回归，那它就会好好的这样关上。这个里面我们就有做层板，可以活动式的层板这样子。然后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是，鞋柜因为它要透气，然后我们做悬空柜，所以下面有做一个就是换气的空间。可是像我们这个呢，我们就把换气的空间做在上面天花板的地方这样子，因为它这个是落地的柜子嘛。哦，不错哦，你们看这个。因为呢，这个柜子它是做电器柜，所以呢，就是我们这边是有抽盘。那抽盘的五金，就是因为毕竟这是有蒸汽的这种柜位，那因为它没有那个吹板柜，所以呢，它是用像这样子，就等于说你要用有蒸汽的东西的话，你需要把这个抽屉拉出来。对，你看这缓冲五金都做得超好。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贴心的，就是它这个五金啊是做超过90度的，因为一般的门片它开起来是像这样子嘛，就是这样子稍微垂直，那你这样子拿东西可能就会觉得不太方便，然后跟就是可能你随便要拿个东西，你右手就会撞到。可是呢，这个门片呢，它这个五金呢是做这样子，可以开到快要180度。那这样子你拿东西的时候，不管是要往左边走啊、右边走啊、去厨房啊，你都会变得比较方便。不错不错，这个很好。系统柜真的做得很好大家都会很棒。但是大家都会做得很好。但做的不好的是他，因为他没有给人家业主贴豆豆贴，好贴心，扣分。好，让我们欢迎来到巨人的书房。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吗？因为呢，这有伸手也碰不到上面的柜子哦。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每个人人体工学不一样，所以就是要依照业主的身高来弄东西。我们业主2个身高，尤其是他男主人的身高是真的很高的，所以呢，像这么高的柜子，他伸手他真的碰得到。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跟我们讨论的时候，他就是希望这块玻璃大一点。假如是我们一般就是要碰到那个上柜啊，要好使用的话，我们通常那个设定高度大概155到165之间，就看你业主身高。可是这个啊，真的是特别高，这可能有180、190。我是碰不到，可是高男伸手还是可以碰到。那我要放东西也是需要。对，要放东西的话，还是需要一个梯子跟手上去，千万不要直接踩这个桌子哦。不过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这整体承重好一点，所以这个呢是用木工做的。木工漂亮归漂亮呢，可是收边它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像上面的系统柜这么滑顺。你们大家看到这边有窗户嘛？所以这边的这个柜子没有做往这个方向开，因为就怕它会跟窗帘打架或什么不好使用。所以呢，我们这个柜子反而是往这个方向开。这种东西就是有1好没2好，因为那时候就有跟业主讨论嘛，因为就是业主会有自己的习惯，那就变成说我如果往这边开的话，好像我从这边正面拿东西是稍微比较方便一点的。可是如果我从侧面这里开的话，我从侧面这里，其实像我身体比较短是比较不方便拿东西的。可是因为这是业主他喜欢的这个使用习性，但这个的确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不会卡到窗户这样子。就是它这边是有一个窗帘的，就是你有看到吗？就我很喜欢这种设计，因为通常啊我们在做这个玻璃的时候啊，业主就会在想说，它到底要什么样的帘型？要卷帘呐，还是布帘呐？可是呢，就像这样子的这种卷帘，它是完全可以收到完成面以上，所以你也不用从那边可以看到一个窗帘，就等于说完全升起来的时候它是没有东西的，就是它是有一个这样。那就变成说，如果啊那个老公要在那边看电视，然后老婆要在这边用东西，他想要专心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帘拉下来，而且这遮光效果是超级无敌好的。这边就真的除了油漆的这个收边就是有点脏脏的以外的话，我觉得这里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这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拜拜，谢谢惠顾，安妞，看到我吗？有我吗？我们做了一个折叠门。这边呢，我们没有做滑门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完成面可以跟这个墙面是可以契合的，所以呢，它是像这样子，就是可以像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宅啊是比较小一点的，一般我们会做一个拉门片。我如果把这个门片为了要让它滑门片跟这个门片大小一样的话，这个门会变得很窄。那
那可是就是因为男主人体型是稍大一点嘛，我这样子身高的女生走这个地方就已经就是等于说旁边没有剩很多的空间了。我们男主人是比高男身高还要高的，那所以就变成说选择这样的折叠门可以让这个门洞开到最大的状态，然后又可以不用迁就那个弧形的收边，因为就是假如是一个滑门片的话，到弧形收边的时候那边会漏一个很大的沟缝，那这种门就很有效。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过呢，这边如果我硬要，但我严格的说，我不能觉得那是瑕疵。但我硬要挑一个事情的话，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做了这样咖啡色的烤漆的话，那我轨道就应该也会一起送去做成咖啡色。因为的确就是它这个咖啡色啊是很漂亮的咖啡色，可是你看到天花板上面那个轨道是黑色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它有点格格不入的。有可能这个轨道银色的还会比这个黑色的好看，因为它那个天花板油漆是白的嘛。所以如果可以再把它修更完善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换一个颜色。好，那我们就去下个地方喽 ，Go， 走。对。看完了公共空间，我们就进来一个柔美的。你看现在完全氛围都不一样，不像在外面做燕窝的时候战战兢兢。我在这边就会觉得我心情比较放松，即便看到一些瑕疵，我也没有那么生气。你看，像在这种小宅里面就很适合养一只猫，它要去找大家了。好，总而言之呢，就是现在来到了卧房的空间，现在旁边有这个很柔美的床头灯。为了不用引起业主们的冲突呢，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灯。对。当时呢，我们请业主在挑床铺的时候，请他们不要挑有床头背板的，所以我们直接帮他做了这块绷布的背板，是有点像是猫抓布那样的材质。然后因为现在的人都会觉得好像做一个固定的绷布啊，然后会很容易脏。可是我们现在这个都是科技的布，像刚刚我看到那边有一点点脏脏的，我是用手轻轻擦，或者你沾点水轻轻擦，它就可以变很干净。现在目前，假如我单纯只用肉眼上来看的话呢，我就只有一个毛病要挑，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不太喜欢灯具没有对齐这件事情。因为你可以看啊，就是我现在躺在这个床上，我就可以看到我左边的这个砍灯的灯具，它的椭圆形是跟那个线平行的，但我觉得我右边这颗就是很明显的超歪，就是我从这个角度看，我就觉得它完全没有跟那个平行。但这就是跟所有的设计师们说，如果你胆敢挑这种圆形的砍灯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稍微那个师傅在装灯具的时候，你还是要打一下水平，因为的确就是他可能肉眼在上面看都觉得这样已经垂直了，可是我现在站在地板上面这样看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对正，这个我看了就会很哎呦。下一个部分呢，就是这里这个床头的这个地方啊，因为呢，我觉得做特殊漆料都会有这样子，就是因为特殊漆料这个是一个泥料，它会流，所以就等于说他们在漆啊或用慢刀慢的时候，本来它下面已经会贴一个那个胶带，织起来的时候不会有残渣。可是呢，因为毕竟它是流动的嘛，所以它贴上去之后呢，你难免还是会看到它那个边边角角，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好像掉了几个油漆在那边。然后在外加，如果你这个木做的是深色的话，就会看起来特别明显。例如说是有一点漆不平整，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可是就是假如它是有缝隙的话，我就会觉得那边要打一条细细康打起来，不然很多东西都会掉到那个碎碎的里面。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打起来的。其实我都觉得那个木工师傅都做得超好，我觉得做不好的是特殊漆。你也有分，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每一次就是除了在之前有一个暗场我觉得特别完美之外，我每一次进到工地里面都会觉得特殊漆料是让我特别不满意的工种。因为你看像那边我也是不喜欢，因为呢就像它泥料啊在收边收不直，你就会觉得那边好像缺了一角，还是那个木座不平整。对，但其实那个木座是做的很直很平整的，但是它漆出来了一点，所以你就会觉得那边好像凹了一个，不是像右边那样子是白色的，整个都垂直的，这边好像就是有点乱七八糟这样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是可能可以请油漆师傅再收一下。对，但是我觉得这里我有一个很满意的地方呢，就是在这衣柜，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墙做了一点点细节，因为毕竟我说它是有点法式风嘛，再加上因为这是小宅，所以每个走道其实都很狭窄。那像我们的业主他身材比较高大的话，我们就会很不希望他在走路或者什么的过程中踢到太尖锐的东西，所以像这一道墙的这个边边，我们没有再做一个什么很大 R 角的弧形，可是我们就稍微把它修顺，修了一个小 R 角。假如真的小拇指踢到啊，或者是你撞到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真的这么痛。那你觉得这边，你觉得你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就完美的把这些弧形都呈现出来。对，这个是真的做的蛮漂亮。但另外一件事啊，是我最近在对儿上面看到有设计师跟业主在吵架说的，就是有关斜取手这件事情。因为斜取手啊，的确，我觉得就设计师的立场来说啊，门片要压在斜取手上面，或者是我门片是要中间做一个勾缝的斜取手，其实都没有错，因为图面的确都是这样子表示的。可是呢，就是如果业主们对自己的正手边啊或者是什么的话，我业主们也是可以主动告知设计师，因为就像我在 Thread 上面看到设计师跟业主啊闹得不可开交，就为了斜取手，他觉得的斜取手应该是要两面都可以开，那所以左边也要有一个取手的凹槽，右边也要有取手的门。那我说真的啊，一般的状态下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就我们会做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如果你要选择两片门片都开的话，那左边的这边会不会帮你打凹槽的取手？除非你有主动说你要。那再者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想要两片门片，你不想要说就是我每次要开左边的门片就一定要开右边的门片的这样子压着的状态，那就是会像我们这样会建一条勾缝，就黑色的勾缝。所以我觉得就是两种做法是有利有弊，但就看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做，然后跟设计师讲清楚就可以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对吧？没错，这是最后一个地方了吗？没错，没错。居然已经到最后一个地方了，好感人哦。那我觉得这里测试还蛮完美的啊，那个就是一些东西都是小小的而已。对。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这个工地啊，仔细看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工地这次算是还蛮完美的。那你自己给这个工地几分呢？对，90分。业主他都可以很常来这边，然后跟我们看现况和木工做完的样子，甚至看系统柜刚做完的样子。没错。
然后马上有什么东西需要跟他们小调整一下，马上跟他们说，然后他们也都很喜欢。没错，因为这个业主就是很跟我们 cooperation 那种，就是他们时不时都会来工地看，然后只要发生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会赶快把问题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有充分时间可以解决这样子。还不错。那刚刚问我几分？15分，再加个5分。赞赞。因为业主的关系。没错，业主加10分，105分。来吧。